大家好，我是王某。好，谢谢啊，谢谢。别人笑我太疯癫，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要我讲这个话题，是吧？我几乎是全行业最温顺的演员了吧？是吧？我更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付航不在这个话题？付航，你不讲疯癫，你疯了吗？不过付航在这个节目的出现啊，给我一个经典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就是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仔细的去寻找我跟这个疯癫的关系啊，找到了，朋友们，还是找到了。我家住在上海市宛平南路600号的对面。不知道的朋友，那里是著名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啊。是的，我现在的脱口秀是典型的上海演员的写法，就是根本不在意你们外地观众能不能听得懂。但是荒谬的不是宛平南路600号，是它现在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就是经常我一出小区就看到2条队伍，是吧？一边在那儿挂号拿药，一边在那儿打卡拍照，你根本分不清谁更需要治疗，真的。我不理解，你在这里拍的照片，你能写什么文案，对吧？上海市内环还藏着这么小众的精神病院，你们上海人嘴也太严了吧？姐妹们，谁懂啊？真的，有的时候天太热了，你知道最近天太热了，就是打卡拍照那边有人就插队就吵起来了，还要看病的那边来劝架。冷静冷静，深呼吸，别着急。哎，我这儿有个安定，你先吃着，我还能控制住自己，是吧？我不理解，是吧？我不理解，拍照这种事儿有什么好着急的，对吧？特朗普也是到了78岁才拍到自己人生照片的。但我有一个发现，我发现，一个人，他离社交媒体越近，他离正常人类就越远，因为社交媒体上能看到你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没有人能够承受这种量级的关注。你想，你发出去一条动态，理论上所有人都能看得到，所有人，你的前任易烊千玺，你的现任徐志胜，是吧？都能看，这是4个人啊，这是4个人。但他们都能看到，真的。我有一个朋友，男生，他有一个不是非常大众的爱好，就是拼拼图。然后拼完之后，他就发小红书，然后很快就积累了一些粉丝。但大家都知道，粉丝这种东西就是长着长着就不长了，然后他就陷入某种焦虑。首先就是这个焦虑本身就很荒谬，人类是不需要粉丝的，我又不是扇贝，是吧？其次，他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很奇怪，就是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爱好，就是健身。他身材很好，所以他现在就是每天穿个小白背心在那儿拼拼图。你知道他那个账号画风就很奇怪，每天都是呀这一块放哪儿呢？会不会是这一面呢？呀，怎么哪儿都放不进啊？难道是左边？算了，先放一边吧。哎呀，呆住了！哎呀，哎，以后咱直接就在这儿拼吧，真的。好奇怪，真的好奇怪，好端端的一个朋友，突然就变成椰树直播间的主播了。他还跟我说：“哎，你看我自媒体做的不容易，帮我点关注。”我说：“不了吧，我对这个背心儿没有兴趣。”真的。他说：“我让你看拼图，我这儿的拼图都非常的厉害，确实很厉害。他有一幅全是天空图案的拼图，纯蓝色，非常难。”我说：“这玩意儿怎么拼呀？”他说：“我有办法。你看啊，所有拼图都是4周都是固定的，你从边上慢慢的往里拼就行。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边儿。”我说：“对，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边儿，然后你就可以狠狠地擦它。”这件事儿我去查了，这件事在科学上有一个解释，叫观察者效应，就是同样的一件事情，有人看着跟没有人看着，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这个道理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也都知道，小学老师就跟我说过，是吧？说上课呢，你在底下说什么呢？你说什么呢？你站起来，你当着全班同学面说。原本滔滔不绝的我，瞬间哑口无言。观察者效应最著名的实验就是薛定谔的猫，
就是那个猫的命运如何，完全取决于有没有人在观察。我觉得薛定谔这个人是非常懂社交媒体的，因为这个理论翻译一下就是，不管你这个实验设计的有多巧妙，如果不发到网上，不被粉丝看到，就没有任何意义。薛定谔是吧？可能是人类最早的萌宠博主，主打的是开箱视频。但是我认为，就算薛定谔生在当下，他也做不好一个小红书博主。首先，个人简介怎么写是吧？啊，量子物理一个竖线，瑞士瘤子是吧？INFP 人。其次，我觉得他更不可能好好的推广科学，因为我们没有人是真的想看量子物理，我们其实只是喜欢3分钟看懂量子物理。薛定谔最后也只能怎样？他也只能发广告，发爱因斯坦的八卦，直播的时候讲爱因斯坦的八卦，而且在最关键的时刻开始带货。总之，大数据让他干啥他就得干啥，粉丝让他干啥他就得干啥，社交媒体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别人一看你这也不是薛定谔的猫呀，你就是巴甫洛夫的狗。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庞博。谢谢各位，非常开心，我也非常荣幸能给今天这场演出做开场、做暖场。而且你们知道，《喜剧之王单口记》这个节目的发起人是周星驰先生，今天是半决赛了，周星驰先生一次都没有出现过。总说我们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我现在觉得节目组欠我一个解释，真的。说像不像那个经典的骗局是吧？你收到一条短信，我是周星驰，来参加我的脱口秀节目是吧？就让你主演我的电影啊。我觉得很有可能，不然你完全无法解释为什么蒋龙在这里，对吧？开玩笑，开玩笑，澄清一下，不是骗局，是吧？而且就是因为这个节目，我们真的见到了周星驰先生，我甚至已经见过他2次了。今年周星驰先生在我这里的地位跟海澜之家是一模一样的。男人1年要见2次周星驰。而且节目组真的挺不容易的。如果你们记得的话，这个节目在刚刚开始官宣的时候，正好赶上奥运会，作孽，谁关心脱口秀呢？我觉得这世界上没什么东西能比奥运会更好看，对吧？即便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我也要说，是吧？我心目中最好看的依然是我太太。开场就是可以胡来啊。第2是奥运会，对吧？脱口秀排第3，真的。俩节目在一起排第3啊！而且认真的说啊，这个夏天因为有2档脱口秀节目，对我们这些脱口秀演员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节目变多了，机会也变多了，大家都很开心。我不知道你们是从事什么工作，但你想，还有什么行业1年能有2个名副其实的大王？对吧？有20个人是货真价实的全国10强，跟好多大学的那个排名是一样的。你看，虽然节目上你看到了100个脱口秀演员，但来了就是50强。脱口秀今年正式迈入双一流的时代。我有时候都在想，你说如果最后2边的冠军恰好是1男1女，然后这2个人不知道为什么结婚生子，这个小孩会说的第一句话会不会是我父母双亡啊？而且演员真的很幸运，是吧？我们还有京都念慈庵，对吧？跟大家说，付航跟刘洋争得最凶的根本就不是冠军，就是念慈庵。你想，如果没有念慈庵，他俩那个表演风格，演完第1期嗓子就废了，后边全得给你们演哑剧。我们就是哑剧之王单口记。这个夏天真正辛苦的只有各位观众，真的有观众在跟我说，哥，这个夏天3档喜剧节目，你们还有衍生节目。哥，我现在每周要看17个小时的喜剧，我好累呀！台上5分钟，台下17个小时。喜剧的内核是马拉松啊！啊，每周看完，精神是放松了，身体垮了。你能想象吗？我现在每周最盼望的是周一。真的，聊到最后他已经神志都不清楚了，拍着大腿问我说：“你说说这个比赛对劲吗？啊，凭什么哈哈曹的票数没有黑灯高啊？”你说那个刘洋他怎么赢的广智啊？我跟你说，要不是袅袅没来，吕岩他们队根本就淘汰不了。我说咱都看成这样了，要不考虑停一边的会员呢？
我有的时候真的在想啊，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是做节目嘛，服务大家，娱乐大众，那就不妨做的再极致一些，对吧？观众想看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嘛。而且我们都知道大家最想看的是什么，你干脆就每周两边各选出来一个最厉害的，然后他俩 PK 一下，多刺激，对吧？然后而且你不光能看到各种笑话段子，你还会看到很多就是人性的部分，就是那种排兵布阵，是吧？你想一边在那儿群策群力，然后团队协作，就改段子加笑点，然后派出最强的呼兰，然后这边大幕拉开，南瓜闪亮登场，呼兰哥你的外卖是吧？然后就走了，多精彩！付航躲在幕布后边，嘿嘿嘿，没想到吧？战术马楼赛马。而且你也不用一周在这播17个小时，2小时就够了。我们就搞直播，对吧？每周5晚上就直播，然后你再请2个国外那种名不见经传但实力非常过硬的脱口秀演员，就是给我们所有人打的都不行了，只有王建国奄奄一息，是吧？我觉得到时候今年所有没有参加比赛的脱口秀演员都会出来发微博支援我们，是吧？就看不得这种场面。3巡国仔守国门，内蒙脱口秀演员杨蒙恩申请出战。想不想看？想不想看？啊，我也很想看，我也很想看，是吧？我这什么？我也看热闹嘛。而且我已经把我这个 idea 都完全都整理好了，我准备卖给那个第三方的平台了啊。因为我觉得客观上来说谁做都不合适嘛。而且咱们做给观众看，我觉得观众看完最后也会说一句哟酷。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就好，希望演员们演得开心，也希望各位观众看得开心，就比什么都强。尤其是一会儿还要比赛的朋友们，加油！我们站好最后一班岗前的最后一班岗，好吧？加油！喜剧永远属于所有演员和观众，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庞博，欢迎大家。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我是今年的主持人，欢迎大家。我也没有想到脱口秀干了这么多年，我是为了成为张绍刚老师的竞品。而且你知道，这个工作干时间短了，但是也已经有职业病了，你知道吗？前2天我去一个剧组客串。我进组那天正好主演在杀青，非常感动，流着眼泪捧着花说：“哎呀，谢谢大家！”我说：“好，3、2、1，请锁票。”但是还是很开心，每年录节目都会看到很多的新朋友，今年也来了很多年轻的新朋友，甚至很多还在上大学。演完看到我也很激动，说：“哎呀，你知道吗？我从小就是看今晚80后脱口秀长大的。”说你们那个节目当时给我缓解了很多很多的压力啊！你说小升初当时那个压力实在是。我说闭嘴吧，闭嘴吧，真的，叫我庞叔。喜剧的内核不讲礼貌。一会儿你们看吧，几乎每个长得比我还像80后。但是每次看到这些年轻的朋友，我都会想到前段时间有一个采访啊，挺有意思的。他来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到底什么样的人最后会成为脱口秀演员？我想了很长时间，我觉得脱口秀演员都是一群经常会觉得这个世界有点奇怪的人。我举个例子啊，有一种水果叫猕猴桃啊，也叫奇异果。这个它的英文大家都知道对吧？叫爱奇艺国际版。哎，对，这个灯就是这样用的。谢谢佩森姐姐啊。它英文大家都知道吧？叫 kiwi 是吧？我们都生活在上海，这么冷门的英文我们也要假装知道，好不好？叫 kiwi。但我觉得英文就很奇怪，你想 kiwi Kiwi 叫 kiwi，SIRI 就叫 Siri， 那为什么只有 WIFI 叫 WiFi？ 它有什么不一样的？那会不会有一个镜像的平行世界？我每天就要，嘿 Siri， 请打开我的 WiFi， 我要来一局游戏了 ，Time。然后那个记者问我的第2个问题是，很多人都说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你怎么看待这句话？我也觉得很奇怪，似乎世界上所有的艺术表演里面，只有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好像他们其他人都不得罪别人。
很神奇，你不会看着看着跳舞，突然间就急眼了，说就你能把脚抬到这儿，对吧？你看听着听着音乐剧，突然就站起来了，你们就不能好好说话吗？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你要冒犯别人，首先你要有力量，对吧？但我觉得笑其实是一件很没有力量的事情。如果笑很有力量，我们在历史上就应该看到很多笑的故事，而不是战争的故事，对吧？《三国演义》就应该是诸葛亮3笑周瑜，诸葛亮笑死王朗，我从未见过如此开不起玩笑之人。王朗说完了，今天是要笑不活了。你感觉诸葛亮是个笑星是吧？什么北伐就是全国巡演嘛，喜剧之王三国记。我想问大家，这个笑话冒犯吗？还是有一些冒犯的，如果你是王朗的话。但紧接着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听了一个笑话，我感觉到被冒犯，就一定意味着我是对的吗？在20年前，互联网上最流行的网络社群叫贴吧，当时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贴吧，非常火，都在上面讨论自己的事情。我们学校保定一中叫保定一中吧，北京当时有一所学校叫北京市第3体校，也理所应当拥有自己的贴吧，叫3体吧。后来的事情你们就可以想象了，是吧？小说《三体》，然后横空出世，然后3体吧就被《三体》的书迷占领了。所以理论上，北京市第3体校的师生是世界上第一批被3体人入侵的地球人。我觉得都可以想象，体校的朋友当时一定非常生气，对吧？搞什么？我们学校的贴吧为什么有人突然来讨论一本书？我上体校就是为了不看书，真是。三体的书迷也很无辜，说名字又不是我起的，你去骂刘慈欣好不好？刘慈欣说：“哦，主不在乎。”一点办法都没有，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总不能跟体校的朋友说，要不你们去《流浪地球》吧，反正你们也没有家了。你们说这个事儿冒不冒犯？当然冒犯。生不生气？当然生气。怎么办？没有办法。李白曾经说过：“如何呢？又能怎？”所以我觉得，不如笑一笑，不妨就笑一笑，对吧？我甚至建议体校的朋友和三体的书迷，咱们一起去弱智吧。我觉得弱智吧的吧友肯定不在乎，肯定会很欢迎我们。他还会问体校的朋友：“哎，你们为什么不快乐呢 ？happy 起来啊！你们不是黑皮体育生吗？”我要再问你们一次，你们觉得这个笑话冒犯吗？还是有一些冒犯的。如果你也来自北京市第3体校的话，如果我们今天一定要聊冒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黑灯和小佳更权威。我没有做过严格的统计，但我觉得他们很有可能应该是世界上冒犯残疾人次数最多的2个残疾人。但是我们都很喜欢他们，对不对？我们都很喜欢他们的演出，我们也很喜欢他们的段子。他们去年发起了一场演出，叫《地狱笑话秀》。就是大家一起来互相吐槽、开开玩笑，同时测试一下我们这个行业的道德底线到底在哪里。怎么说呢？如果你们根本不认识黑灯跟小佳这2个人的话，这整场演出几乎就是教科书一般的霸凌。你想一想，脱口秀的剧场你们是去过的，200-300个人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笑话台上2个残疾人，关键是他俩还得跟着笑，干什么？今晚80后脱口秀吗？但是他们请了很多演员朋友来吐槽他们，演员的创作热情也是空前的高涨，没有什么比写这种段子更过瘾的事情了。当时大家有个群，每天都会有人把写好的各种段子丢进来，甚至有人为他们的演出已经写好了开场曲。2个演员，跑不快，一个没有眼睛，一个手在哆嗦。黑灯跑得快。节目的播出尺度不允许我把整首歌唱完，太过分了，太过分了。但你们知道那个群里面从始至终出现过的最冒犯的一条段子，是吐槽小佳的。你们准备好了吗？小佳参加了奥运会，在奥运会中拿到了100米赛跑的第1名。太神奇了，他的故事激励了所有人，他的精神振奋着我们，他的故事甚至被拍成了电影，搬上了大荧幕，甚至小佳这个角色由汤姆克鲁斯主演，名字就叫《速度与激情》。
你们知道当时那个微信群里面跟刚刚的现场是一样的沉默，但其实你我的意见都不是那么重要，对吧？当时小佳在群里说：“你们为什么都不说话呢？”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笑的。我觉得小佳的回答是可能很多问题最后的答案，就是当事人觉得还蛮好笑的。当然啊，这不是小佳的原话，她的原话是：“这也太好笑了吧！”谢谢你们啊！你们笑了，你们鼓掌了，我就不是这个房间里面唯一一个冒犯残疾人的变态了。我也非常喜欢你们的样子啊！哇，北京市第3体校，哇，太惨了，我要笑一笑。我是小佳的朋友，但这个模仿真的很好笑。观众真的太可爱了。但我最后问你们一遍，这个笑话冒犯吗？还是有一些冒犯的。如果没有人笑的话，对吧？所以不如就笑一笑，对吧？我觉得这就是可能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有笑话这个东西，这也是世界上为什么有人要讲笑话这件事情啊。对我来说，脱口秀演员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玩的工作。我希望这个工作我能一直干下去，我希望我们的朋友都能一直做下去，我甚至希望我这个工作能干到80岁。我甚至已经想好了我的告别演出的名字，它必须发生在我80岁之后，因为它就叫今晚80后脱口秀。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庞博。不要紧张，好吧？不要紧张，好久不见。我站在爱奇艺这个台上，我其实现在感觉很奇妙，就像是从南极来到了北极一样，环境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周围没有一个我的企鹅朋友。哎呦呦，太硬了，太硬了。还好有我的老朋友在，是吧？宇宙老字号京都念慈庵，谢谢，感谢念慈庵啊！很久没有讲过这种带商务的脱口秀了，真的，我感觉一切都回来了。有了京都念慈庵，轻舟已过万重山。哎呀，你们也知道是吧？就是去年 gap 了1年，而我是那种特别需要稳定的生活，能带给我那种安全感的人。你知道，去年我甚至重新注册了好几个那种求职网站的会员，我就想看一看，哎，会不会有哪个文工团正好在招聘一名幽默帅哥呢？是吧？而且我从小就这样，你知道，小学的时候寒假30天，然后寒假作业有60页，我就会进行一个严格的规划，我每天要写2页，不能多也不能少。我同桌看到之后就非常的震惊，说你有病吧？我说咋的？难道你一天写60页？我们根本就没有写呀。但是我就是特别需要这个规划在我这里，甚至我只有初1、初2、初3这3天是休息的，大年30我都要写完作业再吃年夜饭。我爸妈看到之后都说：“孩子，你这个调休好不合理呀。”而且，就是讲脱口秀之后，我这一点的感受变得尤为的强烈。你也知道我的那些脱口秀演员朋友们啊，每天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是吧？红尘作伴，潇潇洒洒，从来不为明天担忧，因为今天很有可能就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我每次看着这些朋友，我时常就觉得，他们好像就是草原上自由奔驰的骏马，只有我是沉迷拉磨的驴。我们一样讲着笑话是吧？但是驴唇不对马嘴。我平时跑步，他们都说我跑的是驴拉松。而我们这种驴系男孩呢，我们这种驴系男孩最害怕的，跟打印机是一样的，就是突然之间没墨了。去年我经常会在一个咖啡馆在那儿写段子，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样子。是的，真正的驴是可以做到没墨硬拉的。有一天我就写累了，我的眼睛非常的酸，我滴了一点眼药水，我在那边这样休息。等我再睁开眼的时候，我桌上多了一杯热水，下面压着一张便签纸，写着“会过去的”。我一抬头，那个店员，你们有被那种陌生人突如其来的关心刺痛过吗？会过去的，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我遇到的这个坎儿，还是我的整个职业生涯。我第一次喝一杯热水是吧？但心里凉凉的，真的。但是
去年一整年没有拉磨之后，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其实人是可以不拉磨的，也没有什么坎儿是永远过不去的。所以今年重新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发现我只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讲我自己最想讲的东西。所以最后，我想给大家讲一下这一年来我在那个咖啡馆写过的我最喜欢的一个段子。你们大部分人会后悔这个鼓掌。你们小学的时候，学校里有没有那种班级之间那种合唱比赛，是吧？我们都知道这种比赛比的不是说你们班到底有几个唱歌特别好的人，就是看你们班到底有几个人唱歌完全没有调，是吧？就什么乐器、和声、声部全都没有用，只要有一个人在旁边长亭外，你们班就废了，对吧？10个那英压不住1个杨丽，一力降10会，是吧？所以那段时间我们班就非常非常努力的练习，大家都不想拖别人的后腿。就我们班主任看到我们这样就说：“不要紧张，好吧，不要紧张，放轻松，我有办法。”我有秘诀啊，我能帮大家解决这个走调的问题。我们就都很好奇，就是到底能有什么样的方法？班主任不着急，等到自习课的时候，班主任前门、后门全都锁好，整个窗帘全都拉起来，窗户也都锁上。我们都很激动，说这么神秘，这是要干什么？怎么什么样的方法？然后我们班主任说，这就是我的方法，只要我把门窗都锁好，我就能确保咱们班没有一位同学会走调。这个就是我过去1年最喜欢的段子，很高兴和大家重新认识一下，我是庞博。但其实这也是我认为脱口秀最好玩的一部分，就是来，我这儿有一个好东西，一定要让你看一下，来，然后我带着你，我们2个一起徒步走了3个小时，走了10公里，我就是为了给你看一坨垃圾。好在你也不会生气，因为整段路程我都是陪着你一起走完的，没关系，会过去的。谢谢大家。哎，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叫郝方舟。大家好，我是赵小凡。我们是古语。我们是厦门来的一个漫才组合。这个确实。哎，我其实想问问你，就是在平时讲漫才之余，你喜欢干什么事呢？我其实最近一直在追剧。哦，追剧，追那种讲刑侦探案的美剧。哎，我觉得整个办案的过程非常刺激，你能不能陪我体验一下呢？演一下这过程？对，没问题啊。从哪儿开始呢？这种案件一般是以警官接到一个电话开始。接电话开始，打电话开始。喂，你好，请问是赵警官吗？哎，这里是赵警官。外卖给您放门口了。从哪个电话开始？你要发现一起案件，发现一具尸体。喂，你好，赵警官，我发现一具尸体啊，是吗？给您放门口了。尸体也放门口啊？尸体也放门口啊？有点凉了，实在不好意思啊。这玩意儿它就没有热的，明白吗？这样，你也别报案了。咱们现在直接到这个案发现场，你来扮演一下我的搭档。赵警官，哎，这里就是案发现场了。哦，这个就是被害人的尸体。翻翻他身上有什么东西。赵警官啊，他身上有个钱包。有个钱包？钱包可太拿出来。别急着揣起来，先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赵警官，钱包里面有一个生日蛋糕的小票。小票吗？上面日期写的是8月8号。这个小票就是我们了解被害人很重要的线索吗？没错，这个线索就说明被害人虽然外表强大，但内心脆弱。因为8月8号狮子座是吧？对啊，你不知道吗？狮子座的人一般外表强大，内心脆弱，不会轻易爱上一个人。他现在是轻易爱不上一个人了。我意思是，咱拿小票去蛋糕店调查，就知道他身份了。哦，明白明白。接下来我们要在现场找一些线索，任何你觉得可疑的东西都可能是线索。可疑的东西。赵警官，赵警官，哎，我觉得那辆车就很可疑。可疑在哪儿？你看他的车牌号。车牌号。如果把他的车牌号乘3加5，再把最后2位对调。最后2位对调，正好是今天的日期。正好是。这也太蹊跷了吧！这哪儿巧了，大哥？你都算3轮了，你再使劲给我身份证号就算出来了。你不要硬把它往可疑上编，好不好？
明白。所以这辆车牌号奇怪，并且沾满血迹的车并不可疑。沾满血迹倒是早说呀，你咋不等我死了才告诉我？线索收集的差不多了，咱们现在已经确认嫌疑人的身份了。咱们现在确认他的身份，咱们现在冲去他们家，现在去他们家，去他们家。不许动，举起手来。赵警官，他已经全都交代了。算他识相，他说什么？他说这边是305、306在那边。看清楚再揣呀！看清楚再揣，看清了是305，看清楚还揣305。我自己来，好吧，我自己来。不许动，举起手来。你跟我们正在调查一起案件有关，你跟我们走一趟，你也跟我们走一趟。你抓这谁呀？哦，赵警官，他刚报案说那个有人把他家门踹坏了。那是谁踹的呢？那我也跟你们走一趟。废话。咱们这样，门的事之后再解决，先抓人好吧？你去审，我去审，你去审，保证完成任务。那个个人情况麻烦交代一下吧，干什么工作的？哦，脱口秀演员，去年上过喜单。脱口秀演员，我看过你，你普通话特别标准。你把梁岩抓过来了是吗？哥没事，你就先走吧。不是，哎，不是，为什么人就给放走了呢？哦，赵警官，我问清楚，他其实是咱们这个案件的目击者。不对，他是目击者的话，那被害人是怎么死的？哦，法医鉴定报告也出来了，说被害人是心脏病突发走的。不对，他心脏病走的话，那辆沾满血迹的车怎么解释？没错，现在唯一的疑点就只剩下那辆沾满血迹的献血车了。献血车，献血车，不是，咱俩在这费半天劲，心脏病没的。我早就跟你分析出来了，跟你说了，你没信啊？你哪儿分析出来了你？我说这个人虽然外表强大，但内心脆弱。在这儿分析出来的，够了吧你？谢谢大家。好了，哎，收。大家好，我是张宁，谢谢大家。哎呀，给各位讲讲呀，主要给严哥讲讲，严哥好像对这个节目走多远很在意哈。听兄弟，作为一个走了6轮的人来讲，上完节目会有很多收获，也不一定都是好的。像我就是收获了挺多，就是谩骂，你知道吧？也不一定都是好事真的。你那去年给我骂的可离谱了，说我这个口音是装出来的，说我在舞台上恶意模仿东北人。骂的特别离谱，说你看那个德行没，就会在台上散德行，听着自己那口音像个行走的烟灰缸一样，瞅你那努力的样子像个绝望的文盲啊！知不知道绝望的文盲，赶紧滚下去吧！曲佳宁啊！朋友们，他骂我是文盲，我好叫曲佳宁啊！你说他是文盲，他还认识曲？你看看。不聊那不开心的。哎，今天说来也巧，正好是我31周岁第一天。谢谢。31周岁什么概念呢？就是相亲的巅峰期了。我前2天真去了一趟相亲角，学会了很多。朋友们多去相亲角看看那人写的简历，他们真是我见过这世界最会美化自己的人。原话我看到一哥们就这么写的：本人男，48周岁（括号保养的好，看起来像35）。我这么会玩，我也会。说我东北人，看起来有上海户口啊。相比之下，朋友们，有些女生就不太会写简历，真的太真诚了。说本人女37周岁，有过1次离异，希望你不要介意。你看我看着她的时候，我就以为离婚在相亲市场妥妥的减分项。
就搁这女生旁边一个哥们写的原话，正是由于经历过离异的伤痛，让我更加成熟，我更加懂得经营婚姻的重要性。你看我看完人家写的，我感觉人这辈子不离婚就不成熟。按照这逻辑，难道以后相亲找一个蹲过监狱、刑满释放的？他更懂得遵纪守法的重要性，你知道吗？我以为到这儿啊，离过一次就到头了。搁这哥们儿2行写的原话：经历过第2次离异，我痛上加痛，我比谁都成熟，我深陷泥潭仍仰望星空，经历过失败的感情仍渴望爱情，希望另一半有中华女性传统的美德，也有现代女性包容的思想，如春风与木棉一般接受离异，我更值得被爱。你看人家写的，就他这个金句比咱们脱口秀节目金句都多。我当时感觉人好像越离异，文采就越好。看完这么多简历，朋友们，咱们想一个问题啊，在座挺多大学生，对不对？是不是现在应届生毕业工作不好找？你仔细想想，环境是有问题的啊。但咱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有没有可能简历写的就平庸？以后你就这么写：本人3本留级（括号眼镜度数高，看起来像清华保送的）。多次论文查重未过，让我更加懂得珍惜原创的重要性啊！我深陷校园贷，仍渴望财富自由啊！你看这么写就无敌了。但我发现啊，你如果真正优秀啊，你就不需要这些花里胡哨的技巧。我当时看7、8个大爷大妈围在一个简历面前，我说谁这么优秀，引起大家这么大兴趣？我挤进去一看，确实优秀，就2行字：拆迁户急，年底分房子，电话要叉叉叉叉叉。朋友们，你们没仔细听，他连性别都没写啊，就这么优秀。朋友们，相亲角里有最厉害的简历，同样也有最厉害的 HR， 就红娘大妈。我这种人走在那相亲角里，是有那个大妈会对你感兴趣的，就上下就打量你，走过来就主动就问你：小伙子，咱们是干什么工作的？我说我脱口秀演员。完了他就左右打量你，就开始。那没工作就没工作，真是的，人家就不惯你毛病，直接就问你：那你31周岁了，在咱们这儿有房子吗？我说没有。有车吗？没有。大妈原话：那你存款得有300万了吧？我说没有。原话：那你钱都哪去了？确实给我问懵了。我说对呀，我钱哪去了？那300万哪去了？是不是让富航小路全挣走了呢？就从那天，朋友们，搁相亲角里走来，我就想明白一个事儿，哎，为什么大家交友都喜欢玩社交媒体，讨厌相亲角，对不对？相亲角就是太残酷的现实，社交媒体就不一样，它给咱们提供了太多的这种情绪价值，给咱也惯坏了。用什么星座呀、塔罗、16人格，让咱们以为有独特的灵魂的找另一个独特的灵魂，其实也没那么优秀。你们做过16人格测试题没有？你仔细想想，他怎么问的你？以下哪种情况符合您的描述 ？A. 明智的 ，B. 充满魅力的。其实你俩都没有，你是 stupid and ugly 啊！你想一想。你看最后那个结果也特别好听，恭喜你，你是天生的企业家，恭喜你是天生的艺术家，恭喜你是天生的总经理人格，哇，天生的牛马全都信了，对吧？你用40多分钟，100多道题测出来你是一个独特的 I 人、J 人、P 人、F 人，大妈就1秒钟一个问题，老家哪的？辽宁的，哼，外地人，你看。一下给你干碎了啊！所以朋友们，我感觉如果啊让咱们戒网瘾，就应该让大妈做一套16型婚格测试。以下哪种情况你的水平更高 ？A. 尿酸 B. 贷款。以下哪一项你没有 ？A. 朋友 B. 工作。最后这40多分钟题做完，你16婚格也出来了 ，NWMY。Nobody will marry you 啊！到这儿，谢谢各位，谢谢。大家好，我是樊主任。我来自山东临沂的沂蒙山，我是我们村的信息中心主任。这个职位吧，每个村都有。北方叫车老婆蛇，南方叫蛐蛐人。
主任就是这伙人的头子。我是一个50岁的新人演员，才出道。王悦，哎，绝经和退休不会一块来。绝经和出道一块来。之所以来说脱口秀，是因为我去看演出和脱口秀演员互动，网友都说我比演员好笑。剧场老板希望我来讲脱口秀，我就被招安了。我上一个被招安的山东老乡还是宋江呢。我说我不会讲脱口秀，我只会蛐蛐人儿。就我们前院婆媳吵架，东院2口子分家，都是我给造的谣。老板说这就是脱口秀。我说还得是上海人亲民洋气啊。这也太能翻了，太狠了。从我们村的田间地头来到了上海，我突然感觉我就是网上说的那种小镇儿造谣家。有人说大姐，你咋什么菜都知道啊？哼，我说我可是信息中心主任。教主，我就说这个梗不好笑吧？您看天上干什么呀？其实我很犹豫，挺怕到大城市来的。我可是我们村的高端人才，又受欢迎又被需要。我会上网。我们全村的智能家电，洗衣机、有线电视，有问题了都来找我。我是我们村的马斯克。啊，那倒是大城市来了，天天逗别人笑，那不成了马保国了？再说了，那大城市压力多大呀？农村大妈第一次进城务工多难呀！就转身啊，看了看我身边的老公，我觉得我不怕难。和我老公比，大城市的压力算个啥呀？我这个老公啊，是我妈给我选的，身高1.55米，体重95。现在年轻人啊，叫这种很瘦的男人为细狗。我妈在30年前就给我选了条柯基。我这腿开不动啊。我妈说我大姐一直被家暴，都是因为她找的老公太高太壮了。我爸一看到这个又瘦又小的，说：“哎，这个行啊。”这小玩意好啊！我闺女跟他吃不了亏，他打不动。我俩第一次见面啊，我发现他何止是打不动啊，我感觉他都活不长。他跟我说他175。我说学呀。结婚不到1个月，
有一次我老公跟我吵架，就跃跃欲试的要动手，我心中暗喜，还是我妈说的对呀、这要是找个又高又壮的，我肯定吃亏了。没想到啊，我老公是真狗，把他爸叫来了，双拳不敌四手，我就跑回娘家了。我爸一看到我啊，就说什么：“你被那个小玩意打了，你咋不养好了再来呢？这让别人看到多丢人啊！快回去吧。”我说：“爸，我再不来，你就该去吃席了。”那父子俩都进了医院了。过不下去了嘛。但想离婚太难了，父母都不支持。我给我妈说：“我说妈，他太懒了，我得离婚。”我妈说：“他又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你有什么不能过的？”我说：“妈，他耍钱败家，我得离婚。”我妈说：“他又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你有什么不能过的？”我说：“妈，他在外面有女人了，我得离婚。”我妈说：“他又不是耍钱败家，你有什么不能过的？”我爸更过分，我爸说我们家嫁出去的女儿就没有离婚的，家族的名声不能毁在我女儿这里。我说爸，男人家暴不丢人，女人离婚丢人。哼，咱家的名声就是你女儿让柯基给打了，还蹦起来打的。哎，好难受啊！但他们特别信命。我妈说我带你去找个大师算算。我说妈，你这也太迷信了。大师说吧，我俩过不好，都怨我老公。我转手就给大师又掏了200。我说加个钟，你给我展开了说说。明明是大师的眼睛看不见。那天我感觉我才是眼瞎的那一个。就这么一过就是30年啊。我现在开始理解我的父母了，我感觉他们就是天生的糊涂，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婚姻，他们甚至连我生日是哪天都记不清。有些事情是我自己后来慢慢想明白的，就比如啊，直到前年我才知道我的生日是4月8号，因为2023年的4月8号，我签约成为了一名脱口秀演员。2024年的4月8号，我带着俩女儿净身出户，拿到了离婚证书。2025年的4月8号。什么都没发生。我过了一个平静而又幸福的一天。谢谢大家，我是凡。